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与您相约，只为跟您道一声晚安。在这个世界上有两难，一是改变别人，二是改变自己，人们却偏偏容易犯错，不自觉地改变别人，亦或是不得法地改变自己。马云曾在浙商大会上说，你连你妈都改变不了。想想的确如此，没有人能够改变另一个人，除非他自己想改变。还记得那个女人吗？因为丈夫一直往她养的兰花盆里弹烟灰扔烟头，多次劝阻无效之后，丈夫也没有任何改变，她只好选择离婚了。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他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，希望你能理解妈妈，一辈子太长了。是啊，可就是这么长的一辈子，我们都无法轻易地改变一个人。这就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那传奇的远房大伯。大伯有一个癖好，在我们那里叫做喝大酒，不是对影成三人的月下小酌，而是每天都要喝得酩酊大醉，神志不清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大伯和伯母因为这件事儿，每天都会吵上几个回合，闹得家里鸡飞狗跳。伯母想让大伯别喝酒，大伯想让伯母别管他。就这样吵吵闹闹几十年，发展到现在，两人甚至每天都要互相问候家里人几次，但仍然彼此没有丝毫的改变。即使有时大伯嘴上含糊答应，端起酒杯的手却没有慢上半分。每天喝到不省人事的时候，边骂边帮大伯收拾烂摊子的还是伯母，擦脸洗脚，换下满是酒味的臭衣服。我们眼看着老两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两人的状态却始终没有任何的改变。永远不要去试图改变一个人，因为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在多少感情当中，两个人一直都在试图着改变着对方，可成功的却是寥寥无几。我曾经听一位书友讲过，她老公特别喜欢的玩，一天到晚的打游戏，喊都喊不动。她想让老公帮忙抱一下孩子，老公都会发火的。不过游戏结束之后，老公总会抱着她，一脸真诚地说，刚才对不起嘛，我会改的，相信我。我真的信了，忘了一切的委屈，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对方变好。后来才发现，只是他在一次一次的麻痹说服自己罢了。最终直到两个人分开，依然什么都没有改变。我们扪心自问，就连改变自己都很难，更何况是改变别人呢？两口子因为一件小事儿大动干戈，是希望对方能有所改变，实际上只是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，消耗了双方的心力而已。改变别人，对于改变者和被改变者双方都是白白的折磨。其实我们改变别人的执念，大部分源于自己内心的投射。减少放在别人身上的注意力吧，让对方自己去发现和承受自己的问题，也许比我们直接指出更容易让对方放下戒备，也更易于接受改变。德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师海灵格曾经说，幸福的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家里没有控制欲很强的人。前面提到的我这个远房大伯，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，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，成绩好不说，人也特别的乖巧懂事儿。大伯一家都把他捧在手里。家里的亲戚们想，让大伯的女儿来劝大伯少喝酒，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呢。他自己女儿的话，总归是会听的吧。于是大家就和堂姐说，让堂姐劝劝大伯。结果呢，堂姐苦口婆心地劝了一段时间，大伯依旧是置若罔闻，涛声依旧。原来在改变这种事情上，就连亲生女儿出马也是无用的。堂姐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大伯，同样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大伯有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女儿？
本来堂姐的高考分数已经足够去一所985重点大学，但因为堂姐想学一个自己很专业的冷门的专业知识，她想要报的学校最看好的专业是比较领先，可是学校相对来说却普通了一些。大伯和伯母不懂得这些啊，两人统一战线，一通混合双打，最后仍然无济于事。假意妥协之后，堂姐在最后关头又偷偷改回了自己理想的志愿。管得了一时，管不了一世啊。越是亲密的关系当中，我们越是需要有清晰的界限感。记得曾看到过这样一则新闻，一位长相好、收入高的27岁女子，因其父母觉得她嫁不出去很丢脸，不仅各种催婚，还疯狂地安排相亲。最可怕的是，但凡相亲失败，父母就会大骂，还会说一些30岁之前嫁不出去，他们就不活了的之类的话。因为无法承受父母催婚的压力，女子跳楼自杀了。死前，她留下遗书：你们安排冥婚吧，我再也不会反抗了。多么可悲的结局，多么可惜的生命。生活之中之所以存在着冲突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总想改变别人，总想让别人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。但别人不是自己，那些一开始就不同意你观点的人，就算你解释的再多，也不可能改变他们。就拿很多喜欢买保健品或者理财产品的父母们来说，即使警察和银行的人就在旁边告诉他们这都是骗人的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仍然照买不误。人是感性的动物，靠讲道理是没有用的，即便你讲的是真理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影响着彼此，在要求别人改变时，也要多想想别人对我们的要求。起心动念在己心，因缘业力在己身。过好自己，不轻易干涉别人，改变自己远比改变别人来得更加实际呢。记得在城中大道中说，人们每天起床后都会做一件事，他们会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要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可是没有人付诸行动啊。如果不能改变风的方向，那我们就想办法要去调整风帆了。其实不管是改变别人还是改变自己，尊重往往比控制更有效。有一位我很敬佩的领导，在我看来他非常有智慧，也很懂管理。下属有缺点，他从来没有想着去费力改变，而是选择充分了解下属的优缺点，尊重下属缺点的同时，充分利用下属的优点。我们在对待自己时，也可以效仿这个方法呀。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看圆桌派的时候，陈坤提到了一个概念，内观。改变自己，多内观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多观察，认知自己，因地制宜地改变自己，只有这样，才有去影响别人的可能啊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位大师久居深山，几十年都在苦练移山大法，终于修成了正果。有人前来拜师，虔诚地向他请教，大师，请问您是用何种神力将大山移开的？我如何才能练此神功呢？大师笑道答，练此神功非常简单，只要掌握一点就行了，那就是山不过来，我就过去。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是啊，自己的一点点改变，不正好带来了我想要的结果吗？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有太多的事情就像大山一样挡在我们的面前，但只要你愿意做出一些改变，很多事情很快就能豁然开朗，柳暗花明。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，不要总将目光聚焦在别人身上。当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。当我们自己改变了，你会发现别人变了，整个世界也变了。改变自己是仙，改变别人是魔。让我们做仙，别做魔。就像哪吒当中说的那样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
我自己说了算，与君共勉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给您道一声晚安。